印度尼西亚衔接太平洋和印度洋，贯通东南亚半岛和澳大利亚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。硒、石油、天然气资源丰富。唐朝末年，公元10世纪初期，首批中国人移民印尼，印尼土地上开始留下华人的脚印。20世纪末，印度尼西亚大约有1000万华人，大多是中国华南沿海带地区移民的后裔，也是华人最多的国家。可是，在如此大的华人基数之下，印尼当地对于华人的态度却显得不算友好。在和平时期，竟然出现了2次残害华人的行为，约30万人丧生。这样的一个偏居于东南亚群岛的小国，为何竟如此憎恨华人？印尼的2次排华浪潮究竟又是如何形成的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。在这里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1965年9月，印度尼西亚总统卫队的军官发动政变，并杀死了印尼6名重要将领。这一政变行动最后被印尼军队所镇压。当时印尼军人集团的实际控制者叫苏哈托，在政变镇压成功之后，他借口肃清政治队伍，对外宣称评判需要，从而掌握了印尼的军事大权。这之后，舆论倒向支持苏哈托的一边，随即苏哈托软禁了总统苏哈诺，之后顺利地推倒苏哈诺，建立起自己的统治集团。当时世界正处于美苏争霸的2极格局之下，前总统苏哈诺一直都是亲苏的，而苏哈托更加亲美。在他上任之后，为了讨好美国，也为了转嫁矛盾，他宣布要铲除支持苏哈诺的印尼共产党。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，在此之前曾帮助过印尼共产党，印尼当地的不少华人也加入了印尼共产党。再加上苏哈托政府有意引导舆论走向，说中国是这场政变的幕后推手，所以此次铲除印度共产党的行动最后转变为针对华人的行动。印尼人本就对当地华人充满敌意，这次恰好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，他们随即对印尼华人展开无差别的残害。该行动一直持续了2年之久，印尼人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随时随地向华人挥刀，他们杀人放火，抢夺财产，却不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，甚至还会被印尼人称作是英雄。1965年期间，印尼排华行动还只停留在民间层面，主要是印尼土著人对华人的抢夺和残害。到了1966年，排华行动发展到中期以后，印尼政府也加入到行动中。印尼政府出台了相关政令，从法律和制度上进行排华。印尼的军队和警察也公然加入到排华行动中。他们驱逐在印尼工作的中国外交人员和记者，攻击中国大使馆，攻击所有的华人社团和华人学校。印尼政府的排华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和印尼2国之间的关系。1967年10月30日，中国与印尼正式断绝外交关系。印尼第2次大规模排华是1998年，也被称为黑色5月暴动。1997年，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亚洲，致使印度尼西亚近30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。经济水平大幅度下滑，导致印尼人民怨声载道，民愤激昂。而作为统治者，苏哈托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但苏哈托政府显然不愿承认自己的过失，反而再次玩起了30年前的那一套，将矛盾转嫁给当地华人群体，再次激发当地民族矛盾。印尼人的愤怒需要一个发泄口，由于对当地华人的歧视和偏见由来已久，将枪口朝向华人显然更加容易。1998年5月13日至15日期间，印尼华人数量最多的雅加达地区发生严重骚乱，数千印尼暴徒汇聚在一起，闯入华人聚集区，烧杀抢掠，区域内地写字楼、商铺、居民住宅楼都遭到损毁，上万印尼华人流离失所。在此期间，因为骚乱而死亡的印尼华人达1200多人，另有无数华人受伤，无数华人女性遭受玷污，并且有很多证据可以表明这次暴乱是有组织的，其中还有不少人是军人。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，在多民族国家中，各民族之间产生矛盾的情况并不罕见。但印尼为何如此团结一致地排斥华人呢？其实，印尼对华人的排挤由来已久，经济因素是印尼排华的主要原因，历史文化因素造成了印尼土著民族对华人带有天然的歧视，
而政治因素是多次排华事件的幕后推手。据相关数据统计，印尼华人数量达2000多万，占印尼总人口数量的5%。印尼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，几乎所有前往印尼的华人都是抱着同一个目的的，那就是经济。如果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，谁愿意背井离乡到一个语言文化毫不相同的国家去呢？因此，在印尼的华人几乎都是从商的，经济条件比较好。反观当地的印尼人，他们并没有华人的经商能力，眼见着大批财富落入华人的口袋，他们心中嫉妒却又无可奈何。因此，每当印尼经济出现问题，亦或是社会秩序动荡时，都给印尼人提供了掠夺华人的借口，他们能借此发泄愤怒，获得财富。从历史文化角度来看，荷兰人殖民印尼时，不少华人曾帮助过荷兰人管理印尼人，这在两个民族之间埋下了矛盾隐患。而多数印尼华人又不认同自己是印尼人，这更加促进了矛盾的激化。最后，政治因素也是印尼排华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就像猫爷前面讲到的2次大排华事件一样，导火索都是统治者想转嫁危机，结果华人就成了替罪羊。那么，既然华人在印尼遭受了这么多不公平的待遇，为什么这些华人还要坚持留在印尼而不回国呢？其实，面对着一次次排华事件带来的惨痛后果，不少印尼华人不是没想过离开，但是很多人已经离不开印尼了，也回不了中国。华人最早大规模移居印尼是在荷兰殖民印尼期间，受地缘关系影响，印尼华人多数都来自于广东、福建等南部沿海城市。这些沿海城市的宗族观念比较强，因此那个时候过去的华人只是将印尼当成谋生的一种手段，他们最终还是想回中国的。但到了18世纪中期，清政府对印尼华人的态度产生了变化。乾隆皇帝认为这些移民者在外待久了之后，回国会对中国造成威胁，此时也正值中国闭关锁国的阶段，所以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印尼华人回国，但实际上对他们却是排斥的。在这个阶段，不少来到印尼谋生的华人不再回国，而是留在当地成家立业，他们的后代也并非纯正的中国人。这样几代之后，印尼华人和中国之间的情感联系也就弱化了，后代也就不愿也不能再回国了。到了近代，中国大陆动荡不安，没有出路的普通百姓不得不四处奔逃谋生。这时，印尼又迎来了新一批的华人移民。与之前的华人不同的是，后移民的这一批人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，他们瞧不起那些认为自己是印尼人或荷兰人的华人，积极参与国内的解放斗争，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在印尼独立之后，新生的印尼政权开始排斥印尼华人，他们不允许华人参与政治决策，无故剥夺华人财产，甚至编造出各种理由对华人进行清洗。这些举动逼迫当时的很多华人纷纷离开印尼，回到中国东南沿海或是台湾。但由于离家太久，国内也不能把印尼华人完全当成中国人看待，这使得印尼华人陷入了一个尴尬的两难境地。而且1967年至1990年之间，中国与印尼断绝了外交关系，印尼华人再想回到中国就更加困难了。这些想要离开印尼的华人，最后多数都去了东南亚的其他国家，例如新加坡等，也有一些去了加拿大等国家。那么印尼一次次的排挤欺凌华人，难道就真的没人的惩治他们吗？其实印尼迫害华人的报应早已经来到了。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爆发之后，越来越多的华人认识到，在印尼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得不到保障的，他们纷纷离开印尼，定居其他国家。而这些人恰恰是印尼最富裕的一部分，他们带走了大量的财富，使印尼经济受到重创。而其他国家在看到印尼这样的行为之后，自然不会认为印尼是个好的投资环境，所以即便华人撤出印尼经济市场，其他资本也不愿向印尼投资。98年排华事件也引起了印尼政局和社会的巨大动荡，苏哈托政府下台，社会秩序混乱，经济严重受损，印尼一度陷入绝望国家状态。直到现在，印尼也没有完全从这种萧条沉沦中走出来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知道哪些不欢迎华人的国家？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